在原作的基础上，这部电影修改了不少的细节啊，只有强霸受伤的世界完成了。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郑峰。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星际宝贝：史迪奇》。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博士强霸制造出了危险的626号实验体，星际评议会认定其具有高度危险性，决定永久放逐。然而626号却抓住机会脱逃，并来到了地球。与此同时，生活在夏威夷的利罗是一名与姐姐兰莉相依为命的孩子。在父母过世后，为了继续与利罗住在一起，兰莉放弃学业开始工作，但一切并不顺利。兰莉也因此与利罗产生了隔阂。为了维持两人的生活，兰莉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就在某天，兰莉将利罗交给邻居嘟嘟照顾时，利罗在动物庇护所里遇到了626号。在626号来到地球后，为了抓捕他，星际评议会派出了他的创造者强霸与地球专家独眼霹雳。然而基于法规，他们不能伤害地球人，于是626号刻意让利罗领养自己，以避免被他们抓捕。利罗也帮626号取了个新名字，叫史迪奇。史迪奇在与利罗相处的过程中，两人感情越来越好，但压抑不住破坏欲望的史迪奇导致兰莉丢了工作，后续找工作也都不顺利。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一份适合兰莉的工作，却在工作途中被强霸与独眼霹雳干扰，导致利罗溺水。紧急送医后，虽然利罗没有大碍，但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医疗费用让兰莉陷入了困难。他只能遵照社工的建议，让政府协助处理，但这也代表他必须要放弃利罗的监护权。社工给姐妹一晚的时间告别，在发现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利罗家庭破碎后，史迪奇自责地回到了动物庇护所。隔天，在社工要来接利罗时，兰莉发现他不见了，他与邻居几人赶紧四处寻找，而利罗此时则为了寻找史迪奇来到了动物庇护所，并让史迪奇知道他们是一家人。这时，被星际评议会下了最后通牒的强霸抛下独眼霹雳，独自一人前来抓捕史迪奇。就在利罗与史迪奇逃回家中时，强霸追上来，大肆破坏利罗的家。为了让家人的回忆不被破坏，史迪奇自愿被强霸带走。此时，强霸才透露了他真正的目的，他希望史迪奇成为真正的破坏兵器，打算将他改造成只有纯粹破坏欲望的627号。在改造进行到一半时，偷偷混上飞船的利罗救出了史迪奇，并将强霸抛下飞船。但不会操控飞船的两人最后也坠毁在大海中。此时前去监督强霸的独眼霹雳被赶回家中的兰莉等人逮住，其中一名社工揭露了自己 CIA 的身份，并表示他要带走独眼霹雳。然而在兰莉的拜托下，他们让独眼霹雳带路，找到了坠落大海的飞船，平安救出了利罗与史迪奇。就在众人庆祝家人重聚时，星际评议会来到地球逮捕强霸，并打算将史迪奇带回太空。但在议长发现史迪奇的改变后，将史迪奇放逐的地点改为地球。他要求独眼霹雳在地球监督他，并要求 CIA 保证绝对会守住史迪奇的秘密。经过这么多事，利罗希望兰莉可以继续自己的学业，而邻居嘟嘟也决定收养利罗，让姐妹俩不会被分离。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的证明了迪士尼不是不会做真人电影，不如说其实他们前面几部都做得很好，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部会这么的糟。好，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心里都知道，但我们就不要提。我在机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已经怀抱着一个疑问，这个疑问也会适用于之后的《寻龙高手》，那就是如果真人改编之后的剧情、画面、分镜跟内容完全一模一样，那我为什么要去看真人改编的电影？我觉得这部史迪奇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在完全遵照原作的大纲这个前提下，选择了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原作的内容，并且适当的改编了一些小地方。但这个改编的地方是好是坏，真的很见仁见智。我觉得它改编最大的其实是对于主角史迪奇的戏份差异。原版我认为更加注重史迪奇的心路成长，从他一开始很敷衍的陪在利罗身边，甚至感受到痛苦，到中间对于自己的人生感到空虚，借由与利罗相处，还有看着利罗跟兰莉的互动，让他产生了想要拥有家人的念头。但真人版降低了不少这方面的描写，比如说最明显的少了丑小鸭那一段，但相对来讲，它更强化了利罗还有兰莉这对姐妹的描述。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蛮喜欢真人版的改动的，它让我用比较不一样的切入方式去看待《星际宝贝》这部作品。毕竟原版来讲的话，我们
们只看到兰利解带母职，然后没有了。我们也不太有看到兰利是否对未来有除了陪在妹妹身边之外更多的想法。那真人版在这点上面给兰利多了一点对于未来的方向，我觉得是蛮好的。他帮兰利加了很多的戏份跟设定，让他不再像是原作只是一个为难自己要解带母职的角色，而是让观众可以体认到他为了这个妹妹牺牲了多少东西。接下来这个纯粹是我个人意见的，我自己会觉得像兰利这样子的描写可能会比原作更符合现实一些吧，毕竟是真人版，我们很难不去用更加现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故事。如果照原作那样子去演的话，即便他们2个加史迪奇3人顺利的成为了一个家庭，继续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但他们的未来又会如何呢？如果真的发展下去，就会变成是兰利在利罗真正长大之前会付出他全部的人生在利罗身上，等到利罗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会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时，兰利才会从这个限制中解放，他才可以开始真正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那时候他已经老了，他已经不知道几岁去了，这种事情就不太会让人想去思考。但是真人版就很好的圆了这个部分，他借由新增加的邻居角色来完整的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解决了这件事情，迈过了这个关卡之后，等待他们的会是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明天。看姐妹俩不用被分开，兰利又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去想要去的大学，甚至他们还暗扛了强霸的那把传送枪，让兰利就算去了大学了，还是可以利用传送枪想见面就见面。老实讲，我觉得这样子的结局比原版动画更加的完美。我是觉得这部电影它铁定是好看的，但包括兰利的部分在内，我们前面也说它变更了很多地方跟细节，我自己认为是瑕不掩瑜啦，但我们还是可以针对他们变更的地方去做探讨。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减少了很多史迪奇的部分，他们弱化了史迪奇的孤单，所以在史迪奇融入利罗的家庭这部分会有小小的违和感，因为他并没有像动画里面那么明白的演给你看说史迪奇他其实是想要家人的，他在追寻一个家庭。我觉得这就是丑小鸭那一段在动画里面最重要的用意，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孤独，让我们感受到他对于家庭温暖的渴望。但这个部分砍掉之后，就会对于史迪奇为什么突然转性这件事情一时间会有点突兀，但整体来讲其实还好，毕竟大方向是一样的嘛。另外一个改动很大的就是以前星际宝贝它是没有坏人的，大家只是理念不一样，没有一个真正坏人的存在。议长他只是想要把史迪奇带回去放逐，因为当初史迪奇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的确就是很糟糕，而强霸跟独眼霹雳他们也只是奉命来抓史迪奇。当史迪奇在电影的后面拜托他们救回利罗的时候，强霸还没有多说什么，他就答应史迪奇了。甚至是在真人电影里面被砍掉了钢图舰长，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他就是一个奉命行事的角色，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做错事真正的坏人。但在真人里面，他们把钢图舰长跟强霸合而为一。这边讲个题外话，我其实不太喜欢强霸变成毛毛的样子，在我的认知中，他应该要是像青蛙那样子光滑的皮肤，或者是像犀牛那样子厚实的皮肤。可能因为光滑的样子跟独眼霹雳重合了，所以他们才选择让强霸变得毛茸茸的吧。长毛我是真的不行，而这个新出来的强霸，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坏人。他之所以自告奋勇来抓史迪奇，是因为他想要亲眼见证史迪奇的破坏。在他发现史迪奇被利罗给驯服，开始消弭了他心中的破坏欲望的时候，他期望的是把史迪奇抓回来，改造成更纯粹的兵器。他变成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坏蛋角色，我觉得这有点可惜，把这个角色给平面化了，而且把他平面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单纯的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坏人，所以他就是这个坏人，他想要毁灭世界，原因呢不重要，反正他想要毁灭世界，太无聊了这个角色。我觉得有点两极吧，因为我们看过原版的动画电影，我们认识强霸这个角色，所以知道原来的他是什么样。那真人版电影，其实我对于强霸的改动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我觉得他把强霸跟钢图融合在一起这件事上，意外做的还蛮不错的，甚至让我一度忘记对，原版还有钢图这个角色。而且考虑到这部是面向儿童向的电影来讲，有这么一个纯粹的坏人角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至少他也没有在那边给你掰出一点什么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圆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一个坏人的倾向。但就是很可惜的只有强霸受伤的世界完成了。整部电影里面只有强霸一个人成为了大家都讨厌的角色，那这部分就只能说见仁见智啊。那对我来讲，这一段最大的价值大概就是在
他在选择要重新改造史迪奇那边的时候，有隐约出现以前星际宝贝的影集里面有出现过那几只兄弟姐妹吧。这真的是整部最大的彩蛋了吧？虽然就只有那几只，不知道真人电影会不会有想要去做续集之类的想法。强霸都改成这样子了，要做可能有点困难。另外一个我觉得可惜的角色大概就是光头了吧。老实讲，前面的部分我觉得影响不大，让社工跟 CIA 变成两个角色，社工就好好是社工，使他就是一个独立调查外星人的存在。这个改动其实我还觉得挺 OK 的，但是我没想到会牵扯到结局，让首尾变得有点小尴尬。旧版的光头他以前就曾经处理过外星人的事件，所以他在跟议长讲话的时候就会很有底气，而且在利罗拿领养契约给议长看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帮忙附和说外星人最遵守法条了，去提醒议长这是个好时机可以放手。但是新版的结局，老实说，当我还沉浸在前面史迪奇在说我们是一个家庭，光头那一句我保证不会泄露他的秘密，让我有一种瞬间被抽离出来的感觉。我本来以为这边会维持原本的设定，结果没有。在这个真人版里面，光头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外星人事件，所以当议长问他，你刚刚明明还想要通报你的上级，你现在要怎么说服我你们会保管史迪奇的秘密？结果他居然是走过去跟议长握手说，我保证哦。这一瞬间我整个人都出戏了。你知道，因为这句话太过没有说服力了，看到议长答应的时候，我一度有一种议长莫非发情了？他是不是看到光头发情了？不然你怎么会同意这种事情？我本来还在期待最后他会不会突然接回原本的结局，去问说，你看起来很眼熟之类的，结果也没有。看我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哦天啊，这个怎么刚刚还在感动的情绪突然都掉了？这个结局没有原版的好。这边真的是还挺差强人意的，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真人版除了史迪奇的剧情被砍掉太多之外最大的败笔吧。让这个故事的收尾显得有点可惜啊。虽然我个人还是维持了我原本的评价，就是它还是瑕不掩瑜。整体来讲，关于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就会从内心去觉得，迪士尼不是做不到嘛？真人版该怎么做，他们不是会吗？在原作的基础上，这部电影修改了不少的细节，比方说让强霸成为一个完全的坏人，改变了 CIA 的设定，并且追加了邻居嘟嘟，让兰利不像动画中要继续扛下照顾利罗的责任，而是有旁人会去帮助他，让他也有去追逐自己梦想的机会。这些改动大部分都是好的，虽然也有一部分会让人觉得没有必要，但整体来讲瑕不掩瑜，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看。虽然史迪奇的戏份被删了一些，身为原版观众可能多少会感到不满，不过以这部片的表现来看还是不错的。大多数的改动可以让剧情更加适合真人演出，即使有缺点也不会到致命伤的程度。电影核心也与原版都相同，可以说是用不同于动画的方式体验了当年的感动。要说是近年来相对成功的真人电影也不为过。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